大家伙估计经常会听到这么句话：虎父无犬子。意思说如果父亲能耐非常大，很出色，那么有这样父亲作为榜样，言传身教，那想必他后代不会差哪儿去。但其实这话就是恭维别人用的，大多数情况都是老子英雄而狗雄。我们从历史上面来捋上古时期为什么流行禅让制呢？照理说尧和舜那都是千古传唱的明君，他们就没儿子吗？肯定有。既然是虎父无犬子，你说你还禅让个什么劲儿？直接传给你儿子不就完了吗？你像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他儿子那儿2世就亡国了。咱看《三国演义》，曹操那么大能耐统一北方，建立的魏国呢，得孙刘两家合在一块才能抗衡。可是曹操死了之后没多久，他整个国家被司马氏给弄走了。而且每一个朝代开国皇帝都英明神武，越往后传子孙后代越不争气，最后都成了不成器的犬子了。其实在春秋时期呢，孟子就曾经说过，君子之泽5世而斩，用咱们老百姓话说就富不过3代。那不管是3代也好5代也好，总之是很难持久的。虽然每个人都曾经幻想过我能耐大，我靠自己能力整出一份家业，然后把它千秋万代传下去，但最终呢，用不多长时间，这种梦想都会被现实击碎。那么为什么虎父往往出犬子？这个畸形的存在是什么原因呢？咱都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其深远，这话是《战国策》里边楚哲睡赵太后说的吗？那这是中国自古传承至今的一种教育思想，父母但凡有点能力，就会用尽心力为儿女做打算，给铺路，让他们能够尽量过得更好。越是条件优越家庭，给子女准备安排的越多，那么其实恰恰是由于这一点，给虎父留犬子埋下了祸根，造成了犬子继承虎父的东西直接的4个后果。什么？骄奢淫逸。咱们先来说说这骄，这骄傲的骄。就父母的能力强呢，可以让自己孩子有个好的基础。你比方说我挣了100万家产，那我孩子就直接从100万起步，不必从0开始积累。用牛顿一句话就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这里有一个通常被大家忽视的问题，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你不等同于你就是巨人。如果子女不能吸收巨人的养分，成为新的巨人，反倒就会弄巧成拙，让他们变得过于自骄自傲，好高骛远，最后因为忽略掉很多关键细节，走向失败。咱举个例子，战国时期赵国有个叫赵奢的人，奢侈的奢，原本就是一个收田租的小官，后来呢，受到赵国那个著名的公子平原君的赏识，把他推荐给赵王。正赶上秦国攻打韩国，韩国派使臣来向赵国求援，赵王就问大将军廉颇可不可以去救。廉颇说这难度太大，别去救，别弄不好把自己都搁里头了。这时候赵奢站出来说不救不行，你是咱们跟韩国唇亡齿寒呢，你万一他把这个韩国拿下就打咱呢，说别人不去，我能胜任这职责。结果赵奢用计呢，迷惑了秦军，让他们认为赵国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把兵派到前线去。结果他自己暗地里带士兵急速行军，赶到韩国，和韩国里外夹击，打败秦军。赵王很高兴，就封赵奢为马夫君，赏赐给他封地。等赵奢死了之后呢，秦国又打赵国，秦国在长平跟赵国军队僵持起来，而赵国主将廉颇呢，觉得呢秦国势力很大，咱们得用防守的方式，别让他打进来，让赵王很不满意。怎么能这样呢？得主动出击啊！这时候想起赵奢的儿子赵括来，赵括自小熟读兵书，要讲军事辩论，全国上下没有能赢过他的人。赵王就打算派他去替掉廉颇。就在快要出发的时候，赵括的母亲找到赵王，说告诉我家老头子赵奢留有遗言，可不能让赵括领兵。赵王就问了为什么呀？赵母说赵奢曾经跟着儿子赵括论过兵法，赵括虽然对答如流，但是语气太过傲慢。这个带兵打仗是要死人的事儿你可以说身上的担子比1000斤还重啊。而赵括把这些事看得太轻易，不拿人命当回事，上战场肯定得出事。结果赵王没有听赵括他妈的，果不其然，长平一战，赵括纸上谈兵，赵军40万大军被白起尽数坑杀，赵国直接由兴盛走向衰败。所以这就是虎父出犬子的第一个原因，有能力的父母，他的孩子往往眼光太高，容易变得骄傲，这是骄。第二个奢侈的奢。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消费观呢，是我们在生长的环境当中脱不开关系的。
你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经济基础，那么成年以后的消费观就什么样。你比方说我们很多就我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朋友看不惯现在年轻人花费方式，因为啥？我们小时候过过苦日子，节俭惯了。现在年轻人呢，那不是了，因为小时候他过的日子就比较好啊。所以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父母普遍比过去我们的父母有钱，家里钱多，那子女自然花的也就多。父母给孩子创造条件越好，就越容易养成孩子奢侈消费的习惯。你看西晋时候有个叫王凯的，王凯他父亲呢是一代大儒王肃，他爷爷就是《三国演义》里被诸葛亮骂死那个王朗。就诸葛亮本身说的是苍然老贼好手匹夫那王朗，当然真实历史上人王朗是好好活着的，哎呀没让这个诸葛亮给骂死。那么王凯的姐姐呢是晋武帝司马炎的母亲，就说他是晋武帝的皇帝的舅舅。那作为王家最小的儿子，家世又这么显赫，王家所有人都宠着他，但凡他有需求一律满足。所以王凯就养成了奢侈习惯，花钱大手大脚，吃顿饭恨不得吃一份倒一份。后来洛阳呢来了叫石崇的人，这石崇是个大富豪，王凯一听就来劲儿了，就要跟石崇比一比斗富，谁更有钱。结果这俩人杠上了，你用糖水刷锅，我就用蜡烛当柴火烧。后来王凯呢在他家道路两边用大量的绸缎铺了40里路，就这40里路上都铺上绸缎，谁要上我家从这路过，你就能看到奢华场面。结果石崇更厉害，你不用绸缎，我比绸缎更好的布料，我铺50里，比你还多10里。所以王凯一看这么下去自个儿要输啊，就仗着自己关系跑到皇宫里找他外甥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一看舅舅来求助得帮忙啊，就从皇宫里挑了一个特别珍贵的玉珊瑚，这从海外运过来的，很珍贵，拿给王凯。王凯拿了玉珊瑚就跑到石崇面前炫耀去了，说小样的，你跟我比，这玩意你有吗？结果石崇呢也没理王凯，直接拿起一个铁棍的，啪的一下把玉珊瑚打个稀碎。这王凯气直跳脚，你这嫉妒我呀，你得赔。这时候石崇说不就个玉珊瑚，我赔你就是了。说带着王凯到自己家库房里边，一进去王凯发现人家不光珍宝无数，像那玉珊瑚人家里10多个呢，个个都比他那大。所以这王凯泄气了，这才停止了这场没有意义的斗富。你看像王凯这样斗富炫富的在今天也不在少数，这就是虎父带来的第二个负面影响，容易让犬子变得奢侈，这是骄奢。第三个淫，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个淫呢不是我们现在通俗认为的是色情，而是指什么呢？因富足所产生的迷惑和放纵。孟子越强调富贵不能淫，越意味着现实当中为富贵所淫的人越多。为什么？有钱会让人产生很多欲望，外面的世界充满各种诱惑，就是成熟的成年人尚且无法抵御这诱惑，更别提孩子了。所以仗势欺人呢，仗势行凶的事情啊，放纵自己的事情啊，就理所当然的发生了。你像咱们现实社会里什么我爸爸是李刚这事儿轰动全国，你过去你看《红楼梦》里写那薛蟠打死人抢了人家女人，跟没事一样扬长而去。宋代诗人陆游啊，在他的文章里记载过这么一件事，就害死岳飞的大奸臣秦桧有个孙女叫秦童，这秦童呢养了一只猫，不小心走丢了，居然呢秦桧公器私用，派临安府的官兵到处找，找了一段时间没找着，要追究这些官员责任，结果官员受到刺激啊，怕出事儿，干脆呢就下令把所有居住在秦府周围的平民给抓起来，因为这猫要跑出来就在这些家呢，让他们全部给这个秦桧的孙女找猫，到处张贴猫的画像，满街都是。结果整个京师啊，这些猫都给折腾到秦桧府上让他认，可是还没找到，弄得临安城里边鸡飞狗跳。最后事情弄得太大，传到皇帝耳朵里，这事才得以平息。你看记录这件事的作者陆游本人，当年他的科举成绩超过了秦桧的孙子秦云，被迫呢仕途受阻。秦桧死了之后呢，他儿子秦喜被迫罢官，留下了桧死喜配这么一个典故。你其他呢仗着秦桧的势力欺负人这些子孙呢，就更别提了。就这就是我说的虎父留给后边犬子的有一点，就是家条件太好，优越意识太强而放纵自己，就是富贵不能淫的淫，这是骄奢淫。逸呢，安逸就说懒惰。网上不有那么句话吗？说你奋斗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而已。父母越有能耐，作为子女就越容易失去奋斗的动力。
就拿我们现在国内几个一线城市说，谁家要有个几套房子，他啥都不用干，就在那收房租，就比很多人辛辛苦苦工作挣的钱都多。别人努力奋斗想买套房子，他已经有了，并且能够靠这个为生了。你说他努力什么，奋斗什么？虽然表面上看懒惰，他的危害程度没有我们前面说那3点骄奢淫严重，但是呢，他面可比那个要广得多。要真论危害程度，比前面那几个可能还要重。你看北周的周宣帝宇文赟，最好的诠释了一个人不思进取、贪图安逸会变成什么样。宇文赟呢，是北周周武帝宇文邕的儿子。宇文邕是典型的虎父，非常有能耐的皇帝。他先是除掉了把持朝政多年呢，并且先后杀死3位皇帝的权臣宇文护，之后北伐齐国，兼并北齐，统一了北方。所以北周那时候呢，无论是民生军生商业上可以说都很成功。等于宇文邕呢，给自己儿子宇文赟留下了一个铁打的江山。临死之前呢，还安排他跟当朝的权臣呢杨坚联姻，他娶了杨坚的女儿做皇后。杨坚咱们都知道，就是隋文帝，杨广他爸爸。杨广隋炀帝嘛，杨坚是隋文帝，开国皇帝。那么当时这宇文邕让自己儿子娶了杨坚的女儿，其实就是确保他将来万无一失。可没想到呢，这宇文赟继位之后呢，发现所有事情都让自己老爸给干完了，自个儿也没啥好干的，我就整天安稳睡大觉，享受生活就行了。所以他开始每日纵情酒色，算上杨坚女儿在内，他居然先后立了5位皇后。这才不满足，觉得当皇帝还得处理公务，又累又麻烦，耽误自己享受。于是他做出个决定，把皇位禅让给自个儿子。他儿子多大呢？6岁，就宇文阐。他自己当太上皇去了。他当太上皇这年多大呢？他才22。你过去人结婚的早嘛，他16岁就有这孩子，结果就让6岁的儿子当皇帝，他当太上皇了，就不用操心这些事儿了。可是没想到自己因为纵欲过度，辞去皇位之后呢，没到1年去世了，死时候没满23呢，才22。这时候朝廷也因为这么一个儿皇帝在，朝政长期把持在杨坚手里。过了2年呢，杨坚废帝自立的隋朝，这就是历史上的这个隋文帝，把正处在兴盛中的北周呢，就这么莫名其妙就给灭了。要说宇文赟天生就是个废物也就罢了，偏偏他当太子的时候他想这个顺利继承王位，他有进取心，那时候挺有能耐，曾经率军西征过，还打过胜仗。可是继位之后生活太安逸了，没有前进动力，最后带着家产把这个国家给祸害没了。所以咱们今天说骄奢淫逸这4点造成了虎父出犬子这种怪象。其实归根结底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出了问题，就只为子女记其一，考虑他的生活了，考虑他的安逸了，没为他记其二，就他奋斗的动力在哪。想让孩子过舒适的生活没有错，但是也要注意防备和消除这些优质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我们今天接受现代教育思想的人，不应该穿着新鞋走老路，虎父更应该注意骄奢淫逸给儿子儿孙辈带来的影响。所以大家记住，虎父出犬子，现代的教育思想应该能够有效的规避这些，我们不应该再重走骄奢淫逸的老路。弑父杀母，禽兽不如。最近呢，涉嫌弑母案的嫌疑犯北大学子吴谢宇在重庆被抓获。虽然这个案件呢还在审理当中，但是关于这起案件的讨论呢已经铺天盖地。因为这案件本身呢挺离奇，这个吴谢宇呢属于高智商犯罪，他母亲被杀半年多，竟然没人发现。要不是他主动联系舅舅舅舅发现异常后报警，这事还很可能不会东窗事发。而就在警察进他家那一刻呢，他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他在家里装满摄像头，并通过网络实时直播到手机上。之后呢，他又消失了3年多，从他母亲离世到他被捕，接近了4年。那么他这逃亡到哪儿去了？怎么做到的人间蒸发？这都是大家讨论的话题。但是呢，这些讨论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大家义愤填膺的就是集中到这吴谢宇为什么要杀他母亲。很多人觉得就尤其认识他们母子的人说他母子2人关系很好而且这吴谢宇又是北大经济系的高材生，成绩挺优异，性格也看不出什么变态的地方，哪里出了问题呢？所以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事儿。但是不论结果是什么样，这个吴谢宇是不会被大家原谅饶恕的。为什么呢？中国古人讲
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伤之，眷恋父母。你连自己生身母亲都杀，你无论如何这也说不过去，这是违背天理人伦、十恶不赦之举。所以呢，有人说呀，说现代啊，咱们有的时候啊，这个社会一复杂呀，人这心里出现很大的一些问题，说这也是进一步恶化我们的生存环境了。说你看中国传统的国学里边，人家高度强调百善孝为先，那对母亲这种孝顺，那这无条件的都。所以现在这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觉得这样的评论也有失偏颇。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高度强调孝顺的古代，也出现了一些弑父杀母的一些例子。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伙说说中国古代弑父杀母这些极端例子都是出于什么样原因。首先我得跟大伙说，这个弑父杀母啊，在古代还不是一个概念。有人说你生身父母，你把你爸爸杀了，把你妈妈杀了，这同样都是罪大恶极，是罪大恶极。但是在中国古人眼里头，杀母比弑父的罪过要大。为什么呢？这个三国时期啊，到后期，司马昭有一次呢，当时他已经基本上魏国大权都在他手里，他处理一起呢民间这个杀自己母亲的案件，他就找手下的人呢研讨这个案子，就问到当时竹林七贤里头的阮籍。这阮籍说了一句，说杀爸爸吧还凑合，杀妈妈这简直不可饶恕。司马昭和群臣都愣了，说这个杀母亲罪大恶极，这杀父亲怎么还凑合呢？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阮籍说了一番话，把大伙说服了。他说你看这禽兽啊，从小呢都是这个他妈给他带大的。你看无论是什么狮子老虎啊，什么狗熊花豹啊，这个都是这个母兽带自个儿孩子。所以禽兽大多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就这禽兽多数啊都知道谁是自个儿妈，但是没多少知道谁是自个儿爸爸的。所以如果你杀你父亲，你这叫形同禽兽，你跟禽兽一样。可是禽兽呢都知道自个儿母亲是谁，如果你杀自个儿母亲，你这叫禽兽不如。就这番话意思，杀他爸爸你是禽兽，杀他妈妈你就禽兽不如。这怕很多人一琢磨有道理。所以在很多古人眼里看来呢，杀母亲比杀父亲更加不可饶恕。那么同样是这两大罪过，它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样复杂原因呢？咱们实事求是说，所谓的弑父杀母啊，多半是为了自保和利益，就要么是为自我保护，要么是为了利益争夺。你看咱们一样一样说，咱们先说这弑父杀自个儿父亲。古代这种事儿啊，多发生在帝王家，儿子杀父亲，杀父的原因呢，多数是为了保命。你看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圭就被他的二儿子拓跋绍给杀了。而拓跋绍杀他的什么原因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贺夫人。这位贺夫人呢挺有来头，她呢是拓跋圭的亲小姨，就是拓跋圭母亲的亲妹妹。有人说这可不对了啊，自个儿娶了自个儿亲小姨还生了儿子，这不乱伦吗？其实啊，在那个时代尚未开化的鲜卑部落里啊，在少数民族部落里这种事儿呢还并不少见。你包括后来那大清早期，那不也都有这个姑姑跟侄女一起嫁给了一个人吗？这事也有。那这个贺夫人呢长得非常美丽，拓跋圭在自个儿舅舅家第一次看到这位小姨就对她一见钟情。但这个事儿呢，拓跋圭的母亲呢极力反对，她因为觉得自个儿妹妹非常美丽，而且心思不是很善良，再说已经有丈夫了。但拓跋圭不听，派人秘密杀掉了他的小姨夫，把他小姨抢来纳为妃子，还生了二儿子拓跋绍。拓跋绍小的时候呢，拓跋圭呢对他特别宠爱，9岁呢就封他为清河王，加封呢征南大将军。结果这拓跋绍恃宠而骄，变得又顽劣又凶狠。他喜欢玩的游戏跟别人都不一样，另外经常上街上随便打人。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个孕妇，他把孕妇的肚子直接给抛开来看里边胎儿。你说这种事儿，把他爸爸气坏了。这拓跋圭为了惩罚他呢，把拓跋绍大头朝下呢倒吊在井里。
看得快不行了，脸憋得都发紫了，才把他拉上来。那么就在拓跋绍15岁那年呢，他母亲贺夫人呢犯了点错误，就把这个宫里的东西未经允许拿出去了，给娘家那边拿去了。就因为这个错误呢，他被软禁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拓跋圭多大呢？38岁。但是整天呢沉湎于酒色呢，再加上长期服用道士给他炼的一些丹药，这性格变得比较暴躁，刚愎自用，杀了很多亲近大臣。这贺夫人就担心哪天皇上一发怒把自个儿也杀了，就暗中派人给儿子拓跋绍送信，说你想法得救救你妈呀，你妈我现在哎呦恐怕小命不保。拓跋绍听着这消息，当晚就带着帐下武士翻墙入宫。在睡梦中的父亲拓跋圭被惊醒了，一摸身边什么武器也没有，这拓跋绍可真是狼才了，毫不犹豫的直接把自个儿亲爹给砍死了。一直到第二天中午，这拓跋绍呢才向文武百官谎称说自己我爸爸有病了，我奉诏来问满堂的这个群臣说你们是听我爸爸的还是听我哥哥的？大臣一听都糊涂了，怎么回事呢？这拓跋绍他的大哥拓跋思这时候不在宫中。这拓跋思呢是长子，已经被立为太子了。这个拓跋圭呢效仿当年汉武帝立子杀母，就我要把谁立为太子我就把他妈给弄死。为什么呢？怕将来外戚主政，把老刘的天下夺下。所以在这个拓跋思刚立为太子的时候呢，拓跋圭就把他亲生母亲给杀了。拓跋思一气之下呢就跑走了，到其他地方待着去了。所以这时候拓跋绍突然说你们是听我父亲听我哥哥的，这大臣里边有机灵的一琢磨，这明摆着吗？你大哥不在家，我们要见你爸爸你不让见，这里头准有事说不定宫廷政变发生了。当然很多人都没猜到这是拓跋绍居然把自己亲爹砍死了，所以有的大臣就高喊拥护您，拥护这拓跋绍，就你说了算。结果这时候呢，拓跋绍呢就觉得自己呢已经控制局面了。没想到这个消息呢很快传到他哥哥拓跋思那儿。听说这个事儿呢，这拓跋思立即赶回来了。那么满朝的文武百官这时候知道拓跋绍把他亲爹砍死了，大家也是义愤填膺。所以拓跋思回来呢，文武百官呢一致拥戴拓跋思。然后呢，底下人造反呢，把拓跋绍给抓起来了，押送到拓跋思面前。拓跋思立刻下令杀死拓跋绍，并且把他母亲贺夫人也杀了，把所有参与刺杀的武士全部杀死。随后呢，拓跋思继位，就不用他动手，大臣们一边倒的都倾向于太子。这说明即使在尚未开化的时期，杀父也是为人不耻的，这是个大罪过。照理说这种事呢应该不常发生，可是在宫廷的争斗当中这杀父这事时不时在中国历史上就冒出来。你看呢，这事过去之后还不到半个世纪，又发生了一起弑父的恶行。这是南北朝时期南朝不宋齐梁陈吗？宋的第4任皇帝刘绍，他就弑父夺权。这次呢，他不是为了保他母亲的命，而是为了保自己的命。他的父亲刘义隆呢，这是南朝宋的第3任皇帝。这刘义隆本来一直挺疼爱这个刘绍的，因为刘绍呢是嫡长子，他的母亲呢元皇后，这个元皇后呢是个绝世美女。按照元皇后原来出身呢，她不可能嫁入皇家，因为元皇后她父亲虽然是光禄大夫，但是她母亲呢是个小妾，就长相出众，远近闻名。所以她这种出身呢，她属于庶出不是嫡出，照理说这个出身呢没法嫁给皇帝。但是刘义隆呢，因为这个元皇后长得漂亮，非她不娶，而且把她娶做王妃。那么刘义隆登基为帝这一年呢，这个长子刘绍出生了，双喜临门。这刘义隆呢更喜爱这儿子了。这个刘绍呢他6岁的时候，父亲就把他立为太子，还专门给他修了宫殿。当然这个刘绍呢也争气，饱读诗书，还是喜欢带兵打仗，让父亲呢很喜爱他。只要太子提出的要求，这当爹全满足。那么这爷俩怎么产生矛盾的呢？主要的转变是在于他亲生母亲元皇后的去世。本来呢，这元皇后和这个刘义隆夫妻俩感情一直很好，但是有一个事让元皇后不高兴，就这刘义隆比较抠门。说白了就是这皇上挺节俭，对国库的钱呢把的还挺死。这元皇后呢总想向皇上要这钱呢拿回去孝敬自个儿母亲，可是皇上每次就给点小钱这个事儿就让两口子有了嫌隙了。
结果呢，就让潘树妃钻了空了。这潘树妃呢，是刘玉龙的妃子，本来呢，这刘玉龙不是多宠爱，但这个潘树妃扬言说，皇帝呀最喜欢的就是我，只要我要的东西，皇帝都会给。这袁皇后有点吃醋，就想试探真假，就让太监呢假借潘淑妃之名，向皇上多要点钱，说我要给娘家。没想到呢，刘玉龙马上就给批了。哎呦，这个事儿给袁皇后气的，说看来这皇上是真宠你呀，就开始跟皇上闹别扭。结果他越闹越，就等于越把这皇上推到潘淑妃那边。久而久之，这袁皇后一来气，把自个儿给气死了。所以这太子呢，刘绍呢，知道这个事情经过呢，就比较恨自个儿的父亲和潘淑妃。那么这个事儿呢，让潘淑妃生的儿子叫刘俊很担心，说这可完了，说这我哥哥的母亲呢，因为我母亲被气死了，等我哥当皇帝，还有我们娘俩活路吗？眼看自个儿父亲还这么疼爱我大哥，所以这刘俊呢，整天呢对太子这个大哥刘绍溜须拍马。一来二去呢，这太子还真把这弟弟当成心腹了。但是呢，这刘俊呢没给刘绍介绍什么好人，认识一些个巫医神道的。那么这个时候，皇帝刘义隆呢治理之下呢，这个南朝宋国力强盛，这刘义隆就想北伐，但是这刘绍挺有见识，极力反对，说现在不切实际，咱跟北朝还打不起。结果呢，刘义隆呢非常固执，不信这个事儿，几次北伐惨败，就这个事儿呢弄得爷俩有点不太痛快。那么这个时候，太子就觉得自个儿爸爸有点不信任自己，恐怕自己的位置岌岌可危，他就相信了他的二弟刘俊，找的这个巫婆给出的主意，说就在皇宫下边殿前埋一个雕刻成自个儿爸爸模样的玉像，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这事办完以后呢，太子刘绍呢还把为他操办这个事的下人升了官了，还升挺大官。那么这个皇上刘义隆就琢磨了，说你怎么给你下人无缘无故升官呢？就问太子是何缘由。当然太子胡说八道呢，把这事蒙骗过关了。但是蒙骗过关之后，他心里不踏实，就给远在镇守边关的二弟刘俊呢写信，说咱俩可得统一口径你可不能说漏了。结果他二弟在回信当中公然就劝他赶紧谋反吧，父皇要再追查下去，你你和我都完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一个参与巫蛊之术的小太监害怕了，跑到皇帝跟前告密去了。结果在含章殿前呢，就是说皇宫前面挖这个玉像，还真挖出来了。而且这哥俩呢互相通信这事儿呢，也有人给告密了，都给查出来了。这皇帝虽然很生气呢，但没有立刻行动。他想的是呢，虎毒不食子呢，他要害我，我不能害他，我把他太子废了得了，但是把我这二儿子刘俊挑唆他的，我给弄死得了。可接下来呢，由谁来当太子这事儿犯了难了，你下边这些人不好挑。这一磨叽给太子刘绍提供了时间。潘淑妃在宫里听了消息，赶紧告诉儿子刘俊，刘俊要自己大哥刘绍事已至死，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太子刘绍赶紧带着东宫亲信连夜谋划，又命令二弟刘俊屯兵守在中堂。第二天一大早，自己亲率2000东宫卫队，假称受诏入宫。当时皇帝正跟心腹大臣商量废太子事呢，一宿没睡。这时候太子带兵闯入，这刘义隆都没有防备，一看这刀砍过来，本能的举起凳子自卫，结果自己5只手指都给砍下来了。最后呢，人也被砍死了。所以把刘义隆砍死之后呢，这杀死亲爹的太子刘绍随即自立为帝，接着就把潘淑妃杀了，还让人呢把潘淑妃的挖肝掏肺，看看他心是不是长歪了。他下级为了拍马屁回报说是他心长歪了。刘绍还挺感慨，说这种狐媚的女人心肯定是歪的。那你看潘淑妃虽然不是他生母，但也是他庶母，他又把自个儿爹杀死了，所以弑父杀母，让这个太子刘绍不得人心，众叛亲离。在位不到3个月，就被他满朝文武大臣呢和这个刘义隆的后边那几个儿子联手把他给杀了。那么刘绍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弑父手段夺取皇位的皇帝。他虽然夺取皇位了，自个儿呢最后也死了，他那二弟刘俊呢也死了。所以这种行径在当时乃至后世一直被人贬斥。24史里宋书
当中都把刘绍和二弟刘俊写在一起，起名叫什么？叫二兄传。就两个凶徒，穷凶极恶。后世的史学家呢，也都不承认他是南朝宋的正统皇帝。所以你看这事儿在当时是犯了大忌的。这是我们说历史上弑父，多半出于自保，而多半出在帝王家的争夺皇位。那么历史上呢，杀父亲的确实多过杀母亲的。这个就我前面说的阮籍讲的，杀父亲你是禽兽，杀母亲呢你禽兽不如。那么在我们今天眼光看呢，杀父跟杀母呢并无不同，同样都是禽兽不如。那么杀母亲呢，在中国历史上少，倒不是因为怕自己禽兽不如，而是因为母亲和儿子争利不如父亲和儿子争利那么突出，母亲又不掌握皇权，所以母亲呢很少有杀自己儿子的，除了儿子跟自己抢皇位的武则天，当然你真争利起来一点也不流行。就总之呢，就母亲跟儿子争利和父亲跟儿子争夺这个权利，应该说这个母亲要少一点。但是如果母亲在争权夺利的过程当中挡了这个利欲熏天的这人物的道，那恐怕杀母亲也变成了一个在心底顺理成章的事情。这种事在中国历史上涉及到杀母的史书有记载的，多数是出于一种利益之争、利害之争。你看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的三儿子莽古尔泰就把自己亲生母亲给杀了。这是努尔哈赤的后金立国之初努尔哈赤呢就把自己骁勇善战的四个儿子立成四大贝勒。咱们很多喜欢看清宫剧都知道，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你后来皇太极以四贝勒身份夺得了皇位，那是因为他前面那几个贝勒要么不争气，要么走歪道了。那么按照顺序呢，大贝勒代善是最可能继承汗位的，但有一件事呢让他彻底失势了，他爱上一个不该爱的女人。爱上谁？他爱上他后妈了。他后妈就是三贝勒莽古尔泰的生身母亲，也就是他的继母福晋富察氏。这富察氏呢是莽古尔泰的亲生母亲。结果呢，莽古尔泰的亲生母亲和自己大哥好上了。努尔哈赤呢发现两个人关系暧昧，非常生气，但是呢他又很喜欢这个富察，不忍心呢杀了自个儿老婆，就谎称这富察私藏财物，不对，把他给休了，让他回娘家。但没想到呢，他的亲生儿子莽古尔泰呢，为了向父亲邀功，竟然跑到自个儿姥爷家里，把自个儿母亲给杀了，杀母邀宠，意思是我母亲犯了这种简直丢死人的过错，不能留在世上丢人，我替我父亲把我妈杀了。你这种把自己亲生母亲给杀了，其实论出身论地位，本来莽古尔泰呢都在皇太极之上，但是这个呢莽古尔泰呢心急，大贝勒代善出了这种事情了，不得势了，他前头还有个二贝勒阿敏呢。而这个时候他一想，自个儿亲生母亲又出了这个事，这不挡我道吗？左右一权衡干脆我杀母邀功吧。就说这莽古尔泰真不白瞎他这名，莽古尔泰嘛，莽撞他脑袋也缺根弦，他就没想到这种禽兽不如的行为让努尔哈赤对他失望透顶。从此呢，莽古尔泰的地位和影响力呢都大为下降，以至于后来推举汗位继承人的时候都没人提名他。所以皇太极后来趁虚而入呢，以弱势地位继承了努尔哈赤的大统。那么类似情况还有一位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也是因为舅舅跟自己争权，他为了斩草除根，顺道把自个妈给杀了。这李元昊其实就是前面那个北魏鲜卑拓跋氏的后人。唐朝时候呢，被这个唐高祖李渊赐姓国姓李。那么李元昊的父亲呢过世之后呢，这个李元昊因为随父亲征战多年，就积攒了很多的这个战争经验。他一向凶狠，严苛暴虐，杀了不少反对他跟北宋打仗的大臣。所以因此呢，满朝文武有不少反对他的，所以他对这些大臣呢也猜疑，尤其对外戚，就他母亲这一支他舅舅这一支掌权的。本来呢有庸佐之功，他的舅舅一直是呢觉得自个儿呢还不错呢，但没想到呢李元昊对他这么猜疑他舅舅觉得有点危险，所以就琢磨我干脆吧，我造反吧。结果这个阴谋败露了，盛怒之下，李元昊呢不仅把舅舅杀了，还把舅舅全族都绑上石头沉入河底。
就整个他舅舅这一支全被灭掉。照理说他舅舅造反这事儿和他母亲没多大关系，但李元昊一想呢，自个儿妈护着这个护着那个，不让动这个不让动那个，这些人将来都有可能啊站在自个儿舅舅这一边啊造反，给自己制造麻烦，甚至报仇。所以呢，他想了个办法，他带着毒酒啊来到他母亲的寝宫，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哭着说呀：“国法难容啊，难以尽孝啊！”意思是呢，你这一支造我的反都得死，妈，你也是这一支的，你也活不了。虽然我孝顺你，但是国法难容。你看又哭又献上毒酒，他母亲一看亲生儿子，这还能说啥呀？接过毒酒一饮而尽。当然，这李元昊也知道这事儿不是人干的，把他母亲弄死之后呢，李元昊谎称母亲呢是得了重病，病死了，还予以厚葬。在4年之后呢，他建立西夏国，给自己父亲呢追认为皇帝，给自己母亲追认为皇后。可这有什么用啊？他把自个儿妈弄死了，结果因果报应，李元昊晚年呢也被自己儿子所杀。这又是一起弑父夺权的例子。李元昊立了新皇后，新皇后生了个儿子，这个太子呢李陵令呢，怕被这个后来这个弟弟取而代之，干脆我先下手为强。结果他把他爸爸杀了之后呢，他也因为呢弑君之罪呢也被杀了。所以你这种事儿啊，你干坏事最终是不会有好报应。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言下之意呢是只有父兄才是最可靠的人。其实我们看血缘关系有时候也不可靠。历史证明，虽然儒家思想强调孝顺在中国历史呢占主导，但是在血腥的权力利益之争面前，往往父母兄弟啊也挡不住利益的诱惑。所以从中国历史上看，弑父杀母的事多半是出于权力利益之争，还有一点就是要保自个儿的命。